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当中啊，腰和腹部啊是最难受的，以至于变成了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痛点。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动作方法都试过了，但是这个腰部和肚子啊都特别难受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其实就总结两点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腰部和腹部的刺激性和运动频次啊它不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它没有很好的去带动我们整个局部的一个循环代谢，所以呢，综合这两点，你的腰部和腹部就很难看到明显的一个瘦身效果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一个坐着的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啊，你每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练一练，它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整个腰腹部加快里面的一个循环代谢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大家看完视频以后感觉有用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人。我们现在来讲动作，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坐姿超级跑，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啊。你看，我们形成一个起始的姿势，然后快速的把这个腿啊来回的交换啊。刚开始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可能会感觉难度稍微有点大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动作拆解出来教给大家。我们首先练习我们腿部的一个交换，大家看啊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然后把腿你看换一个方向，再来，你看我这个腿部在运动的时候是调动到哪里啊？我们整个腹部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，感受一下啊，这个腿来回换的时候，我们腹部的发力感受啊，就这样啊，反复的把这个动作先练起来，先感受一下我们腹部的发力。好，当你找到这个腹部发力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把这个动作的强度加大。我们把手和腿，你看一左一右啊，放在同一条直线上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然后把这个后手啊尽量往后摆。好，来开始交换，做个慢动作演示啊，你看身子先往后仰，然后把腿迈动，好，手摆开，再来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咱们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它的发力啊却一点都不简单，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身体啊要往后靠，形成一个腰腹的一个锻炼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核心的一个力量，把这个腿啊转换过来，再换手啊，再来1、2、3、4啊，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照节奏慢慢的做。然后随着我们这个感觉动作掌握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的幅度加大。好，来准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坐姿超级跑的动作，对于我们整体腰腹部的锻炼都是非常棒的，特别是我们内脏脂肪比较多的人，更应该好好的去练习这个动作呢。我建议大家早晚各做1次。每次呢做上一个3组左右，每组的次数保证在20个到30个以上，腿来回的交叠，这样去做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，以免你想跟着去看，跟着去找一些细节找不到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的肚子比较大，内脏脂肪多，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呢，也没把肚子平坦下来，那么我告诉你啊，一定是你的方法上面出了问题。咱们肚子啊是典型的易胖难消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即便是一个人啊，他四肢啊比较纤细啊，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啊，肚子依然会大，因为肚子这里啊是我们气血经过的一个枢纽。那么肚子这里呢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啊长期久坐啊，包括躺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都会导致我们肚子这里的一个局部代谢的能力啊降低。想要快速的把肚子啊给它瘦下来，一方面要提高我们整个肚子上面的一个代谢能力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要把我们肚子深层当中的一些肌肉给它全部激活。只要满足到这2点，你的肚子啊就能快速的小下来。那么今天啊，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啊就能满足以上的2点，而且你做完以后啊，还能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全身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啊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那么现在咱们来开始讲动作。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1个字。抖，但是这个抖呢，它是有规律的抖啊，通过这个抖加快咱们整个腹部的一个代谢，而且激活我们更深层的肌群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，正常做的时候呢，双腿微微弯曲，手抬起来，肩膀下沉。
快速的让我们的骨盆来回的做一个旋转啊，你看就这样快速的抖动。那么抖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规律啊！大家看，我抖的时候不能说我肩膀一直带着一起抖，那就不对了啊！我们抖的时候就专抖我们的一个骨盆，带动着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一起发力。那么很多朋友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他感觉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但是自己做找不到感觉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动作分为3个步骤啊，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讲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手自然下沉腿分开，然后呢，你看。骨盆左右转转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腹部要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来回的把骨盆左右转，慢慢的转，找一种放松的感觉，越转越放松。同时我的肩部不要刻意的来回的带着一起动尽量保持一个稳定下沉。好，当你转的时候呢，能找到这种感觉了以后感觉稍微腹部有点酸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把这个频率加快。你看肩膀还是往下沉，腿部微微弯曲。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骨盆转起来快速的抖起来。那么在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腹部在发力，我们的臀部也会有一种抖动的感觉。好了，当你能找到这种抖动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把手架起来，这个呢就是难度更强了。手架起来是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的肩膀更加稳定，同时腹部来回的转大家看可以慢慢的先开始抖先开始转，控制它。然后呢，慢慢的开始把这个频率加快，在加快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找到一种松劲。什么叫松劲呢？就是你在快的时候越快，你的这个里面的肌肉感觉越松这种松劲。好，就这样，找到感觉以后，你去做刚开始你可能只能控制个2-3秒，然后后面这个节奏就乱了。慢慢的，你随着你的这个锻炼以后你会发现你控制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从3秒到5秒到10秒钟。我们只要做这个动作，感觉这个腹部里面有发酸从里面深层的这种酸胀感，然后同时呢，里面小腹当中有一股暖流，热乎乎的。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。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腹部、减我们腹部赘肉的一块动作，可以说是精准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腹部、减腹部上面的赘肉。同时呢，它还能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全身练活我们的腰椎。所以说这个动作非常好，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累计做上3分钟到5分钟左右的一个区间，你只要坚持一小段时间，7到14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腹部越来越紧致，越来越瘦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揉腹这个动作很常见，咱们很多朋友喜欢在饭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肚子揉一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咱们只要像我这样坐着都不动，然后去进行一个揉腹。当然这个揉腹和我们饭后的揉腹不一样，只要进行一个99下的揉腹，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都会发热，有的朋友还会出汗。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，非常的舒服的。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，每天把它当成运动一样去做99下，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。道家来说的话，有2种方法一种叫小揉腹法。这种揉腹法呢，它其实里面是带劲的手是这么转的，而且它要往内压，这个是我们常见于饭后的。而运动方法呢，叫做大揉腹法，它更重要的是灵活我们整个身躯，而且同时能增加我们里面内部5什么6什么的在一起的摩擦，让里面变得更加的和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把这个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感觉做得好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同时呢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，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接着呢，我们来一起看内容。那首先大揉腹法怎么去做，我们一定要找好定位。就是很多朋友去做的时候，一个是不知道方向，一个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幅度。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右下方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右侧下方，双手这么放好。放好了以后，慢慢的我们先学会它的一个运转方式，叫做右伸到左，左降就这么回来。这是一个大揉腹法，但是它不完全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先把手贴在上面，这么转几圈，逐渐的、慢慢的，我们加大幅度。你看，我的身体也开始转动。手在往上的时候，肩膀往上提到你的顶端；再往下的时候，你看左下就这么放下来，右伸左降，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手幅度变大，这么去做。整个人在做的时候，身子是在旋转的，就这么去做99下。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固定的，而不是说顺时针多少下，逆时针多少下。只要记住
右侧往上走，左侧往下走，记住这个右升左降就可以了。慢慢做着做着，你逐渐的要感觉到你的腰和腹这个里面发热，而且呢，做着做着，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太阳从下往上这么升起来，额头后背会发热。每天这样做，一般来说，推荐大家的时间就是在饭前。饭前我们去做99下就可以了啊，做到99下，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，里面感觉热乎乎的就行了。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热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因为摩擦。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本能之间，你里面的5什么6什么，它们之间就会进行一个相互的摩擦。那么在摩擦的时候，你看手在摩擦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就会有热量。同时呢，里面有热量，热量从里面向内而发，所以一会儿额头、后背、脸颊都会热。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大揉腹法。咱们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夏天，有些朋友啊水气比较重的，或者是寒比较重的，你就可以这样。每天都这样做一做，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么好的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收藏起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我非常能理解肚子大的人的烦恼，非常的痛苦啊，全身上下哪里都能去减，就唯独这个肚子啊，就晃晃荡荡的就减不下来。而且咱们很多人啊，他肚子大，他分2种，一种是什么呢？就结结实实的，就是这个皮上面摸起来硬邦邦的；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软软泡泡的这种。这2种类型其实啊都是比较难减的，特别是通过运动，无论你怎么去运动，怎么样去控制饮食，它这里啊就变化不大，让你特别的苦恼。那怎么办呢？在这里啊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去练习我们肚子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来源于道家，叫做1晃2点。晃的是什么？叫做晃中脉。点的是哪里？叫做跪3点。这2个动作你每天结合起来一起练，你会发现整个腹部燃起了一团小火苗。这个小火苗热热的、热热乎乎的，练完以后里面舒服，而且呢，感觉这个肚子紧实了。就这样去练习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自己就能看到变化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。同时呢，在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讲晃法。晃法呢，其实分为上半身的一种晃法，还有下半身的晃法，都不一样。我们先从上半身开始讲啊。上半身的晃法，摇中脉比较简单。你看，双脚并拢，整个人呢站直，腹部收紧，双手举过头顶合十，就这样。侧面看一下。腹部收紧啊，腹部收紧以后呢，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腹部来回的左右摇。你看这个腹部啊，你看手的位置就这么去摇啊，腿站直，腹部收紧，就这样去摇。摇着摇着，你能发现到里面的肌肉开始用力，同时里面慢慢的变紧，越来越紧，就这样的感觉。手和腿保持住啊，往上伸，整个人感觉被往上拔着一样啊，撑紧，然后开始摇腹，就这么去摇。摇着摇着就有感觉，慢慢去摇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快速摇。快速摇是什么？这样不对的啊，这样是不对的。这种是没有控制力的摇，它都是一种惯性，不是你的收缩力。我们要慢慢的，你看控制力摇，腿并拢夹紧，尽量不要让腿部借力，就这么去晃。每天去晃一晃，左右晃一晃，晃上一个30下、50下。慢慢的能感觉到腹部变紧了，有发力感了收得紧紧的，这个时候就完成了。这是上半身的一种摇法。那么下半身的摇法怎么去做呢？也非常简单，腿把它分开以后，然后我们双手捧着小腹，也是道家的动作，双手捧小腹，捧紧了，你看往上一提，你看我的胸部变化，一提胸部就上来了，为什么？腹部向内收，然后我们腿站直。把我们的腿部，你看这么去晃，转呼啦圈转过没有？很多朋友是这样转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转是不对的，为什么？你一往前，这个腰部就受力，弓着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要怎么做？往前的时候，你看腹部一收紧，它就局限你，不让你往前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，在你的极限当中去晃。我们在晃的时候，因为你的整个腹部在承受不同样的力，所以呢，它会在各个角度收紧。晃的是哪里？晃的是我们里面，同时呢，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泡泡的、紧紧的一些赘赘的肉，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！手捧着肚子，捧紧了，就这么去晃。
这个去晃上顺时针20下，逆时针20下，每天就这样去晃，把它晃开，你能感觉到里面收紧的感觉就行了。好了，晃功讲完了，我们还要再讲点法。点法呢叫做跪3点，跪姿3点，每天去做一做，这个加强性更厉害啊。我们来接着往下看。那么跪3点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？大家看好啊，双膝把它并拢，看到没有？双膝把它并拢在一起，同时呢，手向前撑着地，撑完地以后，整个身体悬空，把你的膝盖不要碰地，悬空起来。侧面看一下，悬空起来，然后点3个位置，外侧、中侧啊，外侧啊，就是在我们的前面，你看3个点，分别是大概在10点钟方向、12点钟方向，还有一个2点钟方向，就这么来回的去点啊。侧面看一下啊，来看1下。2下、3下，点完以后再点回来，1下、2下、3下，配合你的呼吸，小腹收紧，就这么去做，左右为一次，去做上一个20下，就这么反复的去点。这个动作是能够很控制你的核心的，就是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发力，而且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，你能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腰和腹完全都锻炼到了。这个感觉只有你们自己去做，自己去体会，才能得到答案。所以呢，这3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。我的建议是呢，你的上半身的晃法和下半身的晃法各做1到2组，然后这个跪3点做一个3组。每天你只要能按照这样去训练，你的肚子就能一天比一天小，而且来得非常的快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没有关注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现在眼睛不好的朋友们啊，非常的多。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平常离不开这个小眼镜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非常好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对于咱们的眼睛，包括小孩子来说啊，都非常棒。如果说你能耐心的去练上一个7到10天，你会发现整个动作对于你的帮助啊是非常大。特别是小孩子，咱们有的朋友啊，家长心里面特别着急，他这个度数啊一直在往上增加，怎么办？你就学习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在道家有个非常好的名字，叫做开天目。但是咱们现在一般不这么说，咱们叫做闭目成像。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眼睛，还能增加我们的注意力。好了，接下来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感觉到好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用2个字，以帮助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讲内容啊。那么这个开天目也好，闭目成像也好，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讲白了啊，所有家人朋友们，就是把我们的手指去放在我们的眉心距离大概在1指左右的距离。你跟着我这么去做啊，你看，把我们的指尖对着我们的眉心，大概距离1指到2指左右，你去慢慢的去找一种感觉，什么感觉？热热的、酥酥的这样的感觉。整个过程可能会在10秒钟，可能会在30秒钟，可能会在1分钟。但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所有家人朋友们把姿势跟我保持一样，保持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？集中在我们的指尖。然后呢，你记住你现在此刻指尖的样子，把眼睛全部闭上。闭上你的眼睛以后，来去寻找你指尖指着我们的头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种光。这个光呢，可能是红的，可能是绿的，可能有的朋友啊是其他颜色，每个人颜色不一样。有的朋友没有颜色，他只能感觉到热热的、酥酥的，指尖有感觉。好了，当你集中你的注意力找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把我们的手的形状给它绘画下来，去在脑海当中想象我们手的形状，想象你外面一切的景物。那么这个叫什么？叫闭目成像。眼睛虽然闭着，但是我们能看见，双引号的看见啊。然后呢，当你感觉到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请把你的手开始往外慢慢的拉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挑战你注意力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越强，成像的感觉越好，你的手的距离就能越远。当你感觉到，比如说我到这儿，我的手怎么样？这个距离我感觉不到了，感觉不到以后怎么办呢？再把我们的手往回去拉，指到我们的眉心，重复开始想象手的形状，感受这道红光，感受热热酥酥的感觉，再往远拉，拉到远距离，然后再回来。慢慢的如此反复往远，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距离不会很远啊，你可能就在这儿，
然后往近来回反复，先做几下5次啊，你看1，然后回来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，你会感觉有一根线在牵着你往回走一样。特别是手往远走了，你还能感觉到这种热，感觉到这种余温，这是非常好的啊。来3，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，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5下。很多朋友说，老师这样去做对眼睛有什么帮助？其实，当我们集中注意力，并且在脑中成像以后，你会发现手在远离的时候，如果你一个手放在我们的眼睛上，你会发现眼睛在跟着动。我们里面的小肌肉群体啊也会参与进来，然后我们做完了这几下以后，你把眼睛一睁，你会发现整个光亮啊都不一样。我们做这个动作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得注意力集中。小孩子为什么难以做了？因为小孩子注意力很难集中，但是他一旦能够领悟到，注意力集中了以后，感受到这种感觉，慢慢的去绘画，慢慢的变圆，他只要可以这么去练起来以后，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地方都会有改变。我们成年人自己先练，你自己先得找到感觉，你才能去教小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个人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就按我的步骤，第一步先找感觉，找这个光，找这个热，找这个酥酥的感觉，不急着去成像，有感觉以后集中注意力去成像，成完像以后初次尝试它的距离，你的距离刚开始可能就到这儿，然后慢慢的回。再远再回，直至慢慢的越来越远，到后面可能到这儿啊，越来越远的距离再回。每个人感觉不一样，但是你一定要反复的去练。咱们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叫什么？叫功夫。什么叫功夫呢？功夫啊，它和我们这样去做一做、刮一刮不一样。功夫是每天都要去练的。今天一个小台阶，明天一个小台阶，后天一个小台阶，连续练了7天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已经站在了更高的高度，这就叫功夫。每天去练，练完以后，你睁开你的眼睛，那一刹那，你会感觉到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关注和支持。有不懂的评论区下方问啊，咱们这个动作一定要收藏下来，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